漫威到底有多细？细节一，在漫威电影中，有许多人都拿起过雷神之锤，比如海拉、美队、幻视等。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：拥有绝对实力的灭霸是否可以拿起雷神之锤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在电影《复联4》中就已经给出了答案。注意看，当美队使用雷神之锤攻击灭霸时，灭霸及时握住美队手臂，阻止了攻击。这也意味着灭霸压根没有资格拿起雷神之锤，所以他握住的是美队手腕。说实话，当时真怕美队的小手腕被直接捏碎。细节二，在黑豹1中，电影刚开始讲述了一颗震惊陨石坠落于非洲，瓦坎达便因此而生。既然是陨石坠落，那么肯定是要留下一个很大的坑。然而在最后一场战斗发生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山脊呈现出了半圆形的样子，就好似火山口一样。实际上这就是陨石坠落所造成的，由此也可以看出震惊陨石的庞大与瓦坎达的富有。细节三，在银护1中，星爵以尬舞战胜反派罗南的事迹成为名场面。实际上在尬舞之前还有一个非常搞笑的场景，在电影101分钟5秒的镜头中，罗南拿着带有力量宝石的武器在星爵、卡莫拉等人面前一阵嘚瑟。如果我们将视线停在罗南的腿上，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南的右腿竟然很有节奏地在抖动，而星爵此时正好就在眼前。其实我有个大胆的猜想，星爵的尬舞是不是从罗南这里得到了灵感呢？细节4，在钢铁侠1刚开始不久，托尼向军方演示完自己的武器之后，便有几名士兵护送离去，其中有一名士兵要求和托尼合照，托尼很爽快答应了。接着士兵比出了一个 V 字手势，也就是和平标志，但是最后这名士兵却在保护托尼时牺牲，这件事对托尼的影响很大。在之后的剧情中，钢铁侠曾多次使用这个动作，以此来致敬那位士兵，比如说钢铁侠41分35秒，以及钢铁侠2 117分钟左右。细节5，在电影《雷神3》中，索尔被困在了萨卡星，其实和索尔一样，想要逃出去的人是有很多的。在电影64分钟左右的镜头中，你可以看到有一架飞船正在试图穿过虫洞，然而快接近虫洞后却爆炸了，所以宗师说没人能从萨卡星逃走并不是在开玩笑。细节6，在银护2开始不久，众人开着飞船进入时空跳跃点，但途中需要穿过一片量子小行星群，难度非常大。德拉克斯说道To make it through that, you'd have to be the greatest pilot in the universe. 听到这句话时，火箭浣熊不乐意了，便与星爵争夺驾驶权。现在请注意，你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绿圈在不断的变换位置，也就是驾驶权在不断的变化。漫威设计的这个细节进一步展示了星爵与浣熊两人的性格特点。细节7，众所周知，无限宝石贯穿了漫威前3阶段的电影，但在复联3之前，6颗无限宝石并不齐全。然而实际上，漫威在奇异博士中就为我们留下了6颗无限宝石的线索。在电影开头的漫威 logo 中，我们可以看到6个字母分别呈现了不同的颜色，而它们正好与无限宝石的颜色相对应。这也说明在奇异博士上映之时，漫威似乎就已经考虑好了复联3以及复联4的故事。细节8，火箭浣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物，可能许多粉丝都想知道它是如何诞生的。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漫画中有完美的解释，但在电影里几乎没有线索。不过有一个镜头让人属实怀疑，就是当护卫队成员找到收藏家时，你可以看到在火箭一旁的桌子上有一节类似于小动物的脊椎骨，并且还能看到一些金属工具。这个线索也许是在暗示收藏家进行过一些动物改造实验，火箭很有可能就是他改造的。